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来聊聊关于航母阻拦索的黑色幽默。航母阻拦索是顶级黑科技产品，由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高科技材料制成。没有这东西，航母就是废铁，因为舰载机无法在航母上降落。全世界都觉得没有美俄的技术支持，中国根本造不出这种黑科技产品。美国上将说，中国人即使有了航母，10年内也玩不转舰载机。俄罗斯专家说，中国不可能在10年内制造出合格的阻拦索，但航母阻拦索，中国从立项到技术攻关再到正式装备，只用了短短4个月，其中研发过程更是仅耗时1秒，把黑科技产品的研发完成了黑色幽默。二战时期的航母舰载机重量很轻，日本零式战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才2.6吨，并不是造不出更大型的战机，而是航母的跑道长度实在有限。超过这个重量的舰载机根本无法在航母上安全降落。但很显然，舰载机是越重越好，那能携带的燃油和弹药越多，战斗力就越强。现代航母的飞行甲板跑道做到最长也就200多米，但却可以承受20多吨重舰载机的降落。最大的秘密就是发明了航母阻拦索这个神奇的东西，能让20多吨的舰载机在3秒内速度归零。航母阻拦索是一种特殊的钢索，由性能参数极其变态的钢丝绳缠绕在高分子材料上制成，断裂强度高达20万磅。其制造过程融合了多种尖端科技，对材料品质和加工技艺都有着近乎苛刻的标准。一旦阻拦索的性能出现丝毫偏差，便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阻拦索就曾发生过断裂事故，舰载机飞行员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技术成功复飞，保住了珍贵的战机。但断裂的阻拦索瞬间化作一条巨大的钢鞭，以极为强大的力量横扫了周围的甲板工作人员，导致8人的双腿被直接打碎，终身残疾。美国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的阻拦索曾经断裂，导致一架 F-18 战斗机掉入大海，狂暴的钢索把11名甲板工作人员扫成重伤。因此，阻拦索被称之为航母的生命线。根据人类历史记录，这根钢索只要发生事故，100%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大概率造成战机损毁，同时造成航母暂时失去降落飞机的能力，战力瘫痪。因此，阻拦索断裂的后果极为惨烈，没人可以接受。但航母阻拦索对材料的性能要求特别高，全世界能制造的国家特别少，只有英美俄3家能造，价格也特别贵。法国航母使用的是美制阻拦索，印度航母使用俄制阻拦索。这大家都知道，这是印度$1买的航母，但是阻拦索的价格是一个天文数字。为确保舰载机的尾钩一定能勾到阻拦索，每艘航母都必须配置4根阻拦索，每12米布设1根。美国军方自己的采购价都高达150万美元1根，卖给盟友300万美元1根，也就是一套阻拦索需要600万或者1200万美元。如果600万美元能搞定这个事，那其实也不贵。但航母阻拦索其实是个消耗品，每用100次左右就得换新的，不然谁也不敢保证下次舰载机降落能万无一失。美军一艘航母最高的起降记录是1天之内搞了167次，所以说这航母阻拦索实际上是个需要经常换的部件。航母要想保持战斗力，就得大量采购囤积这玩意儿。中国要成为世界航母强国，就必须实现航母阻拦索的国产化，否则一旦打仗时被断供，航母阻拦索就会变成勒死本国航母脖子的绳索。当然，在最开始的起步阶段，还是可以买一点航母阻拦索的，先买回来研究研究。但俄罗斯直接不卖，美国则开出了1000万美元1根的天价，还附加了一堆这样那样的条件，实际上就是不想卖，纯粹戏耍我们一下罢了。于是乎，中国下定决心要自行研发航母阻拦索。时间来到2012年，从1985年购买并拆解的澳大利亚那艘15000吨的迷你航母墨尔本号上，找到了一点已经废弃断裂的航母阻拦索，弄了点样品回去，测试出了它的性能参数。然后，中国军方召集了全国范围内所有的缆绳制造公司，正式公布了航母阻拦索的技术标准，鼓励国内企业积极进行技术攻关，准备动员全国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全力攻克这根被视为航母生命线的技术难题。从技术参数公布的那一天起，到宣布技术攻关成功结束，总共耗时大约4个月。因为当这份技术参数文件下发到河北保定的聚力索聚集团时，他们的技术人员越看这些参数越觉得眼熟，因为他们自家就有一款类似的产品，与海军提出的技术参数几乎完全吻合，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更胜一筹。于是
巨力公司主动联系了军方人员，表示自家好像就有海军需要的航母阻拦索，而且仓库里就囤着几千根现成的货，要不你们先拿几根回去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东西。于是军方就把巨力仓库里的产品拖回去进行测试了。这一测发现还真符合航母阻拦索的技术参数，于是就让舰载机在陆地上先试验一下，结果只用了3秒就把20多吨重的歼115速度降到了0，性能表现可以说是完美无缺。最终军方决定采购巨力集团的产品，用来充当航母的阻拦索。航母阻拦索的性能指标高得惊人，成本也高得吓人，除了航母根本不可能有别人会用。那么巨力集团这是闲得没事做吗？研发性能这么变态的钢索干什么呢？还建造了一大批成品囤在仓库，你是不是感到很好奇？当时的军方对此也感到十分好奇，于是便开始寻找巨力集团的人员来调查此事。然而真相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美国海军航母阻拦索的采购流程是经过层层转包分发的，一根航母阻拦索的军方采购价格确实是150万美元，但分到最底层承包商那里的时候，就只剩下75万美元了。这个价格买美国货，剩下的利润太少了。于是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公司就找到了巨力索具，下了一份意向性的订单。因为这家公司发现巨力的某些产品性能参数和航母阻拦索已经很接近了，美国客户给出的索具技术指标非常苛刻，研发难度和制造成本特别高，而且他们要的数量还特别少，每次只买几百根。但这种索具所需的材料极为特殊，必须经过专门的冶炼工艺，而且哪怕只开一次炉，产量也能达到几千根，这会导致大量的库存积压和资金占用。所以在最初阶段，巨力索具其实并不想接下这份订单，但美国客户开出了每根40万的天价，而且还是美元，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这是2002年多少公司1年的收益都没有几根钢索值钱，并且承诺对几千根的库存进行兜底，还提前支付了大笔定金。巨力从来没见过这么豪横的客户，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了美国客户的要求，成功交付了让客户满意的产品。巨力曾经很好奇美国客户要性能参数如此变态的产品干什么，客户回答说安装在机场跑道四周，充当防止飞机冲出跑道的拦截和缓冲绳索。再继续询问细节，客户就不回答了，巨力也就没问。双方相安无事地合作了接近10年，美国客户总共拿了3批货，差不多一半库存，但巨力的仓库里还剩下几千根。就这样，本以为很困难的航母阻拦索问题，就这样水到渠成地顺利解决了。2012年，辽宁号航母装载了国产航母阻拦索，并且着舰实验成功，中国航母成功具备了战斗能力。经反复测试，中国航母阻拦索的性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各项性能参数完全不输给美国航母的阻拦索，因为实际上它们都是从同一个仓库里出来的货，甚至还是同一炉钢水浇铸出来的产品。放在全球军事装备研发的历史上，这都算得上一个相当炸裂的黑色幽默，但这偏偏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